那就是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這個比較有趣的一個主題嘛，那就是一場比賽就看清楚所有現在主流打法的這一場比賽。那為什麼這次我就決定用這個標題或是這個主題來作為這部影片的一個大標題啊？那其實是因為應該前幾天嘛，就有個觀眾問我，現在這個裝備也好，英雄也好，那他們的 meta 到底怎樣？那時候他就問我這一點啊。那其實啊，如果用文字的話，真的解釋個幾萬字也是解釋不了，或者是解釋不清楚。那我倒不如啊，就利用這次這部影片啊，就跟大家解釋一下，或者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現在的那些 meta 英雄跟 meta 裝備到底是什麼？對，那其實啊，我是不用 meta 英雄了，所以的话，如果你看我的话会看到什麼？那其實所以我不用那個 meta 英雄，但是我是會用 meta 裝備的，所以的話，其實你看我的這場比賽，你是可以看得出來現在的一些 meta 裝備到底是怎樣。對，那 meta 英雄呢怎麼樣？那其實 meta 英雄啊很簡單，就是看這次這個對手啊，那因為他是一個高排位的一個這場比賽玩家，所以的話，meta 英雄通常都是一些比較高排位的玩家會選擇的英雄，所以的話 ，meta 英雄的話，你看對面那就行了。那相比看我是比較更好一點，對。那已經來到這個第一回合的尾聲，這邊把它打下去之後，拿下第一回合的比賽勝利。那來到第二回合，那可以看到對面是用這個魔彈，那魔彈呢是其中一支 meta 英雄，那主要的功能就是用來做這個拉距離或者是牽制對手所用的，对，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都會用這個魔彈來把我空中的操縱射下來。對，那另一點就是魔彈 SD 也是現在這個 meta 英雄的其中一個用途，因為它 SD 非常之，我會說是做壞，因為它基本上一開就是如果他把那個子彈打射一發的話，一開它的命中率啊高達99%啊，那所以的話，你知道是我會說是非常之做壞一件 meta 裝備吧。那我可以這邊抓到，那直接把它打過以後給它黑毛 combo。哎呦，那這邊可以看到另一件 meta 裝備是我們的破戒針頭啊。那破戒針頭的話，是因為它是一個反裝，而且它的 CD 非常之快，所以很多都會把它用作這個前期或者是後期的一件反裝。因為前期用的話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停的被對面壓着節奏來打的一些狀況，那後期用的話就可以當做這個類似流轉局勢的一個用途嘛。那位 CD 短射的話，它可以做出非常多靈敏或者是靈活的一些操作。我這邊的話抓到，那李舜臣我相信也算是 meta 英雄嘛，因為現在很多都會選擇用李舜臣啊來當做這個防英雄了，所以的話也算是一支主流英雄 meta 英雄吧。我來說的話，我這邊把它噴裝，然後把它打下去了，就可以拿下第二回合的比賽。那這邊可以看到對面是用這個拉比亞達，拉比亞達的話，如果問我的話，它其實也算是一支 meta 英雄嘛。那因為拉比亞達不知道為什麼也是跟之前所說，它的攻擊力非常之高。那而且因為其實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機場啊是有這個傷害減免的一個設定，都是它的一些攻擊都不會像一些外面的路人場一樣攻擊那麼高，它是有這個傷害減免的。那但是拉比亞達我不知道為什麼，好像讓我感覺不到它的攻擊力是有得到這個競技場的減免，就是它在外面打的那些傷害跟在競技場打的傷害是。我是會覺得差不多，所以的話，拉比亞達為什麼現在競技場那麼多的選擇，是因為太痛了，相比其他的競技場英雄來說，真的太痛了。可以這邊抓到，再把它炸下去。哎呦，這邊可以。那他換了這個5SD 啊，也算是 meta 之一。那位5SD 啊，它是可以在空中使用，可以在地板使用，而且也算是一個好像被打時也是可以使用的一件反裝。所以的話，現在就很多都選擇5SD 來作為這個反裝的 SD 吧。要我來說，我這邊的話，對面開了冰披風啦，但是我們的冰披風還沒開啊。這邊所以的話，可以直接用冰披風把它用那個冰披風來把它那個冰披風反着，然後把它打下去。那因為我們的技能啊全都用完了，所以呢，我們這邊其實最好的做法就是把它直接打走，就不要做一個非常長的輸出啊。那這邊呢，我們的血量是有優勢的，那但是對面是有這個技能的加成，因為它有2分的落後加成，所以的話，
我們還是要比較小心一點。這邊可以看到兩邊都不起來，是因為大家要怕對面有什麼奇怪的打法還會使用，所以的話就盡量就把自己的那個起來的无敌时间啊，盡量拉長，所以會導致剛才兩邊下來想法的話，就會有這個兩邊都不起來的狀況出現了。這邊的話抓到，那這邊很明顯他會用這個破線人頭，因為也是剛才所說啊，破線人頭 CD 非常之快，所以呢，就算有時候啊，在前期他的鍵已經開了，但是破線人頭也是會在後期啊有傳好的那個機會的，所以的話，剛才就可以達到這個扭轉局勢的情況，就是直接把我捕捉到的狀況直接變成沒事。OK， 這邊的話，他自己開這個。其實這個不算 meta， 那但是它在某些情況下也是非常之有用啊。會來到第4回合，那這邊的話一開始先讓我抓到，那抓到的話直接給他黑馬 combo， 那就在前期啊嘗試拉他的那些血量起來。那可以看到他是用這個聖獸，那聖獸啊毫無疑問就是一隻很大的 meta， 那很多人都會選擇用這個聖獸來抵擋我的這個超神龍捕抓。OK， 這邊抓到這個的黑毛 combo， 在他換為這個防禦之前，那這邊就不錯，就順利的給他一個非常大、非常暴力的輸出。OK， 這邊抓到，直接把他再用這個煉獄術士，那就是那個空中滴滴滴，因為那個滴滴滴非常之痛，所以有很多啊沒有防禦種吃完這3個石頭之後，對神獸非常大的傷害。這邊可以看到。對面是會用這個奧迪龍捲風來作為這個進攻的手段啊，那也我會說是現在這個西馬競技場的 meta 之一，因為它的壓迫力實在是非常之大。所以看到的話，其實根據現在這個情況，很多人都會說，誒，這些奧迪用什麼守護者那些來抵擋嘛？那其實如果你看到這個狀況的話，你真的覺得那些什麼守護者的英雄真的有用嗎？那這個是我的一個反問句，對，那就可以再考慮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再想一下有什麼方法可以抵擋這個里奧的龍捲風，對，在這邊都可以。那他的龍捲風就放那個位置有點，我會說是有點差吧，就導致他就瞄準不到我那個龍捲風。OK， 這邊的話他失手了，直接掉了下去。那這個邊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節奏點啊。哎呦，這個拉比亞島如果被他拉比亞島做的話，就會承受非常大的傷害。這邊的話有點危險，要我來說的話，那可惜啊，那前期那個節奏就讓他壓制了下來。OK， 這邊的話可以，那就看他會不會失手。OK， 這邊失手了，就直接把他打下去，因為他這次是沒有跌傷的。哎呦，但是我也失手了。那這邊呢，我們就陷入這個非常之大的劣勢。但是對面用了這個神行者，那神行者也是其中一支 meta 英雄嘛，所以的話，大家在這支影片裡面已經認識了很多支 meta 英雄跟這個 meta 裝備。那這邊把它打下去，那麼貝卡的踩地板呢是不會受這個符尾所影響的，可以強制把它的一個符尾取消掉。那這邊的兩邊的血量都差不多，那現在的情況真的是我會說是非常之緊張啊。這邊小人他的 SD 直接開披風 ，OK 抵擋掉。那有個披風啊，其實是有這個大概半秒的無敵時間嘛。都說了，剛才我說利用那個半秒把他那個魔彈 SD 抵擋掉，那是一個一半幸運一半實力的那個情況嘛，就是也算是有點幸運成分的。所以這邊的話，我們的太陽表直接開 ，OK， 那這邊抓到。那這個是一個致命性的捕捉，那這邊的話，太陽衣服也是我們的 meta 之一啦，就可以把它直接收掉。